我告诉你，男人穷并不要紧，但要有骨气。你有没有发现这2年财经圈最爱喊的一个数字，不是100万，不是200万，是500万。很多人一张口就是没有500万根本退休不了，在加州没有500万根本不算自由，你得500万起步才敢不工作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在美国净资产超过500万美金的家庭到底有多少？第二，这个群体的资产结构长什么样？他们的钱放在哪里了？第三，为什么你大概率永远不需要超过500万就能过上客观意义上非常好的生活？而且为什么大多数人需要的可能远远更少？第四，最后我会给大家分享3条可能的路径，看看普通人怎么能更现实的逼近500万这个数字。今天你会看到一个特别反直觉的结论，500万确实很难达到，属于极少数。但同时500万带来的生活提升往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，而且超过500万的边际收益会变得越来越小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如果有人说我身价500万，其实这500万讲的不是银行存款，通常大家讲的是家庭净资产 net worth。净资产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，资产包括自住房、投资房、退休账户、股票基金、企业股权、现金等等，负债包括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债务、学生贷款等等。此外，很多人说我有500万，里面可能有200到300万是自住房的净值。通常大家会认为自住房是固定资产，锁在里面的净值部分很难被用上，无法支持日常开支。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会看多少家庭总净资产超过500万美金，以及有多少家庭除去自住房的可支配净资产还能超过500万美金。其实你会发现这2个口径人数差距挺大的。很多人觉得总净资产超过500万很常见，但问题是500万在美国到底处在什么样的财富位置？我们先把整个财富坐标摆出来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大约是19万美金，进入前25%需要大约66万美金，进入前10%需要大约193万美金，进入前1%需要大约1160万美金。也就是说，500万不是一个中上水平，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前10%的门槛，但又还没有到前1%。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我们进一步需要在净资产前10%的群体内部做拆分。这里我们根据 SCF 的数据，用一个常用的财富尾部形状去拟合，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坐标点。美国家庭净资产前3%的门槛大约是542万美金，粗略估算的话，大约有3.4%的美国家庭净资产超过了500万美金。当然，这里是包含自住房的净值的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不包含自住房净资产达到500万美金有多少家庭？同样的思路，我们先把前10%家庭净资产里自住房的净值粗略扣掉，得到一个非自住房净值的财富尾部形状。你会发现大约有2.7%的家庭的非自住房净资产超过了500万美金。你会看到数据差的不是很多，这说明在顶层的家庭里，自住房确实重要，但它不是主角。整体而言，在前10%，尤其是前1%这个财富等级，真正把净资产推上去的通常不是那一套自住房。那我们就要问问，这个群体把钱都放到了哪里了呢？以及不同财富阶层的资产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这张表整理了不同财富分位段家庭各类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例。前50%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几乎完全由自住房构成，股票比例非常低，企业资产基本不存在。
资产前25%的家庭，自住房仍然是第一大资产，退休账户是第二大资产。进入净资产前10%，退休账户占比超过自住房的净值，成为第一大资产，达到50万美金的级别。所以退休账户在中上层非常重要。此外，自住房净值仍然重要，排在第二位，达到45万美金的规模。股票、基金等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不容忽视，而企业股权虽然还不是主导，但已经明显的开始出现。这其实是美国富裕阶层典型的资产结构。而进入净资产前1%，股票、基金这类金融资产的规模上升到第一位，达到320万美金。企业股权的规模紧跟其后，排在第二位，达到了280万美金。这两类资产的占比就超过了总净资产的50%。排名第三的是退休账户，达到了210万美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自住房占比非常低，排名这几类资产的末尾，也就是房子不是核心财富来源。财富阶层变化的真实驱动力是可投资资产主导的，这点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觉完全相反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那么500万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能力，以及为什么你可能不需要超过它？很多人以为500万等于自由，但其实自由只有一个定义：你的资产系统产生的现金流能否覆盖你的生活成本。所以你需不需要超过500万，本质上是你到底每年花多少钱。当然，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的家庭每年支出是多少，那请看完视频立刻去追踪一下。我们不能盲目的努力或是过度的自信，而不知道自己的现实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来看看500万美金能支持怎么样的生活支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500万本身就对应了一个很高的生活预算。如果你说我需要500万，你其实是在说我退休后想每年花15到20万美金，而这还不算可能的租金、副业收入以及退休年龄后能领取的社安金。这不是对错，这只是一个事实。那么你想要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需要花费这么高呢？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份根据来自 MoneyWise 等媒体引用的一份大约130名企业主和创业者的小样本调查，用于做消费上限校准。他们按不同的财富层级拆成了每月烧钱速度。我看完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根据这份调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净资产低于100万的家庭，每月消费的中位数大约是9500美金，也就是每年11.4万美金。如果我们用4%可持续提取法则来算，大概需要285万美金来支撑。进入净资产100万到500万以及500万到1000万的区间，消费中位数上升到每月15000美金，也就是每年18万美金，这已经不少了，但也没有到不可想象的程度。每月15000美金的支出大概需要450万美金，也就是不到500万美金来支撑。即使是净资产在1000万到5000万的范围，每月消费中位数也只是大约25000美金，大概需要750万美金来支撑。我觉得这里的核心启发是，即使净资产很高，消费最终会趋于平缓。你会买到你想要的房子，把家布置好，去你想去的地方旅行，做你想做的生活升级，但到了某个点之后就差不多了。这里有些支出当然很高，但它并不是夸张的奢侈，也不是那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生活。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买齐之后，消费就差不多停在那里了，也就是消费并不会随着净资产无限线性的膨胀。当财富到达某个层级后，再多100万美金，生活的变化幅度其实很小。如果你从50万的净资产涨到100万，你一定会明显的感受到变化，安全感、信心、生活选择都会大幅提升，消费也会更自由。但如果你已经有500万的净资产了，从500万到600万，对你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改变呢？大概率并不多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些财富层级的人，生活看起来其实非常正常。他们不是每周坐私人飞机，在5个国家各有一套房那种人，
相反，他们的生活本质上还是很正常的。所以，很多人想要超过500万，并不是因为生活真的需要，而是因为数字听起来更安全。500万不是起点，500万更像是某种上限。对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，它已经能够提供非常自由、非常稳定、非常体面，而且选择很多的生活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把数字继续堆大，而是你用这个数字怎么换回时间，获得选择权，去过什么样的生活。那普通人该如何做才能更现实的靠近500万这个财富层级呢？其实我们刚才分享了顶级阶层的资产结构，所以其实现实路径可以是什么呢？通常来讲，纯靠工资和存钱，再加上自住房，资产都基本上是线性增长，通常难以超过200万美金左右这个级别。如果想净资产超过500万，通常需要一点资产非线性增长的机会，比如之前提到的，第一，股票和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；第二，房产，尤其是投资房，这是中后期的结构型资产；第三，企业股权是最高风险，但也是资产增长最高级别的放大器。基于此，我们来分享3个路径。第一个路径是最稳的，比如你有稳定的 W2 的工作，每年都让退休账户拉满，并且长期自动化的投资指数基金。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厌恶的人，最稳的一条路永远是让时间替你打工。动作很简单，但坚持很难。比如，第一， 401k LA 能放多少就放多少，优先拿满雇主的匹配。第二，每月自动化的买入指数基金，不看新闻，不预测市场。第三，资产配置长期稳定，不要追热点。第四，把你的储蓄率当成一个系统，而不是当成情绪。这条路的现实结果通常是你大概率能达到100万、200万、300万，加上房子的净值，很多人能够进入前10%的入口。但要达到500万，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、更高的收入，或是叠加一个结构型的资产。这个路径是最稳的底盘，但不是最快的火箭。第二个路径，结构型加速，主要是考虑投资房以及它带来的现金流、使用杠杆和抗通胀。投资房为什么在高净值的家庭里反复出现？因为它同时解决了3件事情。第一，杠杆，你用较小的本金控制了更大规模的资产。第二，通胀对冲，租金和房价往往会跟着通胀走。第三，强制储蓄，按揭贷款在逼你被动存钱，租客也在帮你还钱。但我也必须把边界讲清楚，房产不是万能的，尤其是在高利率的周期，或者是高房价的区域。房产的关键不是买不买，而是什么样的价钱买入，现金流稳不稳，维修和房屋空置的费用你扛不扛得住。买卖和管理投资房其实是一个小生意，涉及到租客、房产经纪人、贷款经纪人、房产管理人、房屋修理人等等。你有没有形成投资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，而且需要较大的启动资金。房产的价值也不能在短期内变现，房产更像是中后期的结构型资产，它能把你从100万到300万推向更高，但它要求你有系统，不然就会让你压力倍增。第三个路径是创造资产非线性跃迁的基础，那就是企业股权。建立和管理公司风险很高，但也是财富顶层最常见的发动机。回顾一下，到了财富顶层，企业股权会变得非常显眼。原因很简单，工资的增长是线性的，而企业股权的价值增长通常是非线性的。工资涨20%，你就多20%。企业如果商业模式跑通，利润率提升，规模扩大，估值提升，回报可能是几十上百倍。但我必须要讲清楚现实，这是风险最高的一条，也是最需要控制权和能力的一条。失败率高，波动大，容易让人心力交瘁，不适合所有人。所以你不一定要创业，但你要理解顶层家庭为什么常常有企业股权，它是最强的资产放大器。一旦成功，它就能让你有机会超过500万美金的净资产，甚至更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提到了500万净资产在美国属于极少数，大概前3%左右。但更重要的是，500万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，已经能足够提供非常高质量、非常自在的生活。
你未必需要不停地思考超过它。你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焦虑一个更大的数字，而是做3件事。第一，把你的生活成本算清楚，你到底一年花多少钱。第二，把你的资产系统搭起来，考虑建立现金流，加入资产复利，以及尝试潜在的非线性增长机会。第三，选一条你能坚持10年的路径，而不是一条你只能热血3个月的路径。所以你觉得500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你是把它当成自由门槛，还是当成一个不需要超过的上限？以及你觉得你更可能通过哪条路径接近它？股票、基金、房产、企业股权，还是其他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